寻到了便说自己喝醉了，走不动了，非要蓝忘机背着走。蓝忘机也不恼他，当真背着他一步步朝山门走去。你自己说这儿离山门有多远？听罢，魏无羡一边心里嘀咕，蓝湛这小古板这么好，一边当真觉得背脊有些发凉，要让蓝忘机的崇拜者知道了，那还了得，不得把他按在地上打一顿。魏无羡将酒一口饮下，晃了晃酒杯，叹道：可惜啊，今天是真的不会有人来了。魏无羡又唤他：来来，姐姐再给我倒上。他想着，要不干脆跑路算了，天大地大，自己有手有脚，哪里不能去？年少时他也曾经想过的，等长大了他就去云游四海，做只闲云野鹤，想去哪就去啊。或者寻得一处乡间野田，盖上间小屋，自给自足，不带一点凡尘世俗。可现在一想到蓝忘机的脸，他就挪不开步子。唉，他长长的唉了声，心想10几年后的魏无羡，你可把我害惨了。如果有机会，我一定要把10几年后的自己暴揍一顿。老板娘没听懂他的意思，给他满上你自己说哪次不来？然后用眼神示意门口。诺。果然见蓝忘机一袭白衣，仙气飘飘，不染尘埃，在门口看着他。蓝忘机从冷泉回来，竟是没人，隔间没人，他便坐下继续抄家规，直到亥时将至，魏无羡也没有回来。蓝忘机看天色晚了，出门寻了几处，也没见个人影。巡夜弟子也表示没有看到。想到魏无羡闹着要下山，他便去问了守门弟子，果然听得魏无羡下山去了。蓝忘机便预见去了采衣镇，要说魏无羡下山会去啊，那想都不用想，首选天子笑。果然在天子笑酒楼看到魏无羡在那喝了一桌。魏婴，回去了。蓝忘机过来唤他，可魏无羡这回可能是真的醉了，直摇头不肯动。蓝忘机没他办法，帮他结过酒钱，拉过他的手，绕过自己脖子，将他架起来走。魏无羡这人平时就不老实，醉了更是走得东倒西歪。蓝忘机纵使臂力很大，架着他都有些难走，也没走多长点路。那醉鬼更是往地上一坐，说什么都不肯走了。云深不知处敬酒，蓝忘机更是没有对付过喝醉的人，一时竟是无措起来，问他：你待如何？魏无羡笑起来，如墨的眸子亮晶晶的：蓝二公子背我走呗。若是别人，蓝忘机是绝对不会理会的，但这人现在是他道侣，断没有扔在路边睡一觉，让他酒醒了自己回去的道理。没有其他办法，蓝忘机走到他面前蹲下，魏无羡便满意的趴了上去。蓝忘机背着他走，他头伏在蓝忘机的肩头，一直乐呵呵的笑得停不下来，心道：蓝湛当真这么好？一路确实不算近，走了良久，魏无羡嘴巴又闲不住了。蓝湛，你陪我聊会天呗，这么近我要睡着了。夜深了。夜深了怎么了？你家还规定晚上不能说话吗？想了一下，好像是有规定。他又道：这还没到你家呢，我们不大声说，我们小声说，悄悄说嘛。你醉了。胡说，魏某人千杯不醉，万杯不倒。说话句末语气微微轻佻上扬，是魏无羡独特的说话方式。当初在藏书阁，蓝忘机不知道被他用这种语气尝过多少次。他妥协道：你说，我听。魏无羡又想起木西山，心想蓝湛这小古板不论大小，当真不会聊天。他不由得又想起蓝忘机胸前的烙印，背后的戒边痕，还有今天刚被罚了戒尺，现在还不声不响地背他。他不自觉地用头蹭了蹭蓝忘机的背，喃喃道：蓝湛，对不起。他只顾着自己，好似突然到了10几年之后，一夜间天地都变了模样，生活、道侣，一切他都难以接受，却没想过蓝忘机也是如此。雅正端方的蓝忘机，烙印、戒边，还知道道侣是自己，怕是比他还难受。可蓝忘机还是出门寻了他。他又道：我不知道你家是这样罚的，从前犯了错，也只当是一人做事一人当，岂知让你受了罚，真的对不起，我道歉。不必。蓝忘机回了2个字，又不说话了。魏无羡也不再说了，过会又觉得心情大好，在他背上哼起歌来，曲调幽静而悠扬，缠绵悱恻，却又好似缱绻了谁的思念，默默而不得语。蓝湛，蓝湛，这首歌到底叫什么名字呀？正是木西山中蓝忘机唱给他听的，当时他没问的名字就晕了过去。怎地问我？这是你唱给我听的呀，你不知道吗？蓝忘机摇摇头，已是不知。那可能你还没学吧，
过2年你就会了，你唱的可比我好听。他继续哼着，偶尔胡说八道。蓝忘机有时并不搭理，偶尔又回他2句。一路走来，终于远远地看到了山门。良久，难得蓝忘机先开口：魏婴，你这性子如何住的灌云深不知处？这你可别问我，我还想知道呢。他将头换了一个方向，埋进蓝忘机的发丝之中，感受着他清冷的檀香味。至少现在看来，是因为喜欢你呗。幸得夜太黑，没人注意有人红了耳根。可你……蓝忘机顿了顿，还是说了出来：现在都记不得了。本就是翱翔于长空的飞鸟，如何受得了坐笼中困兽？说罢，却没听到魏无羡的声音。他微微回头，只见魏无羡又伏在他的肩头，呼吸平稳，竟是睡着了。这时蓝忘机才终于深深地叹了口气，将背后的人往上拖了拖，继续向前走去。好容易回到净室，蓝忘机本想把人放在隔间，又想了一下打水不是很方便，便先放在主卧了，然后去打的水来给魏无羡擦脸。这人睡着时还是和他印象里的一样，不似醒着时那样欢脱，倒是睡得挺老实的。因酒醉，整张脸都变得粉扑扑的，显得有些可爱，弄得蓝忘机下手都不自觉轻了一些。因酒醉发烫的脸，在接触到湿冷的毛巾时，魏无羡便醒了。他其实刚才也没多醉，又听了老板娘的话，就是想借着酒劲耍赖而已。只是没想到蓝忘机的背太舒服，他忍不住睡着了。现在又看到蓝忘机给他擦脸，他都有点不好意思起来。头疼。他想动一下，却发现喝的还是有点多，头是真的疼。记着头疼，下回便不要喝那么多。蓝忘机把毛巾放回去，又道：醒了就回隔间去睡。我不。魏无羡一个翻身，抱起叠在里侧的被子，一副不打算起来的样子。你不得胡闹。我不吗？他又哀声道：蓝二公子，韩光俊，你都不知道我有多久没睡过这么舒服的床了。乱葬岗是真的苦，我太苦了，只能睡在一个石块上，磕得我浑身疼。然后又可怜兮兮地看着他，我现在头疼，手也疼，脚也疼，腰酸背后哪都疼，你就让我睡一晚呗。蓝忘机表示这人实在是太无赖了，也只当他是个醉鬼。罢了。蓝忘机道：我去睡隔间。魏无羡却拉着他的衣袖：你的床我占了，让你睡隔间，我多不好意思啊。反正这床够大，我们一起睡。蓝忘机拒绝道：我不与旁人触碰。我是旁人吗？然后他稍稍起身，靠近蓝忘机洁白的耳朵，暧昧一声道：我是你道侣啊。惊得蓝忘机只往后退了几大步，面上依然白皙，可耳垂脖子却都染上粉色。就见床上坐着的魏无羡笑得肆意张狂，哪里有醉酒的模样。哈哈哈哈！蓝湛你也太容易害羞，太好玩了吧。魏婴我在。哈哈哈哈哈！他边说边从床上跳了下来，没等蓝忘机说话，便留下句蓝湛晚安了，就逃到隔间去了。他们翻遍了云深不知处的藏书阁，也没找到关于他们记忆有损的突破口，日子就那么过了下去，依然枯燥无味。不同的只是现在蓝忘机拿饭菜回来，总是会特意给他带上一碗辣椒酱。魏无羡便也不整天郁郁寡欢的想着日子10分难过了，算9分难过吧。这日蓝曦臣把他们叫了过去，却是为了10日后兰陵京师的清谈会。据蓝曦臣所说，因为小金宗主的关系，兰陵的清谈会这次是邀请他和蓝忘机过去的。我看近来无羡也是闷得慌，左右记忆之事没有进展，线下也无事，不如这次你们就去，也好出去逛逛散心。魏无羡只觉得蓝曦臣浑身带着普度众生的光辉，他就差没跪下喊大哥了。总听蓝思追、蓝景仪提起金陵，他这个大侄子，他自是十分想见一见的。而且日子实在是闷得慌，只要让他出去浪，不管去哪他都愿意。然而蓝曦臣又道：可清谈会上仙门百家那么多人，你们失意之事可不能暴露。魏无羡不知他是何意，就见蓝思追和蓝景仪也来了。忘机、无羡，你们的感觉和以前的差太远了，离清谈会还有些时日，我叫思追和景仪过来，这期间让他们给你们特训一下。啥？特训啥？又不是比武，又不是围猎，没听过清谈会也要特训的。就见蓝曦臣对他们笑得如春日暖阳，道：恩爱夫妻，模范道侣啊。这什么鬼？魏无羡心里疯狂呐喊，心道：大哥求您别笑了，您一这么笑准没好事。
一边想一边抬眼向蓝忘机求救。泽无君他是没办法对付了，只希望蓝忘机能收了他大哥，但只见蓝忘机已经僵硬在原地。泽无君您太狠了，不愧是世家公子排名第一，魏某佩服。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小说，请点击订阅频道，你们的观看是我剪辑影片的动力，感谢您。